受死！猛然间，一声怒喝响起，悠远大人已然出手。可几乎在悠远大人出手的同时，楚浩言的爷爷也是拔空而起，二者同时出手，一时之间，强大的涟漪不断扩散。这两位二品尊者境的强者已然站在了一处。对于楚风来说，尊者境的强者乃是一个绝对的望尘莫及的境界，说其是神也不为过。尽管两位尊者境的强者就在楚风的眼前交手，可是楚风根本看不清他们的动作，也不知道他们施展了怎样的手段。唯一能够看到的就是强大的涟漪不断的四散，冲击着周围的一切，空间都粉碎，涟漪在翻腾。楚风就像是身处地狱一般，若不是悠远大人提前布置好的防御罩，将楚风护在此处，怕是楚风早就粉身碎骨。还好这个叫悠远的老头来了，否则怕是你的邪神剑也无法对抗这样的家伙吧。女王大人说道。对于女王大人此话，楚风也是重重的点了点头。本来在先前楚风手握邪神剑的时候，还觉得自己可以将那楚浩言的爷爷斩杀，可是现在当真正感受到尊者境强者的实力后，楚风的心中也是没了底，实在太强大了，凌驾于五仙之上，掌握着尊级武力的存在，这样的存在楚风该怎么抗衡？现在的楚风连天仙境都斗不过，更别说五仙了，而尊者又是五仙巅峰都要仰望的境界，又何况楚浩言的爷爷又不是一品尊者，而是一位二品尊者。楚风觉得这样的对手，就算自己掌握着邪神剑，怕是也无法抗衡。而在此处激烈交战的同时，等候在外面的众人却早已乱成了一团。楚灵溪、楚环宇、楚浩言这三位天才居然联手了，他们在联手攻击眼前的岩壁，因为他们所攻击的岩壁乃是先前楚风等人所进入的洞口，只是不知为何就在刚刚这洞口被封锁了，他们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楚灵溪担心楚风，而楚环宇和楚浩言则担心宝藏被楚风与楚若诗私吞，所以他们三人才会联手，想要联手破开这封锁的力量，进入岩洞深处一探究竟。只是奈何他们无论施展怎样的手段，都无法轰碎那股力量。算了，这根本不是我们能够击碎的力量，看来这不是楚风他们的手段，应该是他们触发了某种机关，才唤醒了这股力量。一番尝试之后，楚浩言停手说道。与此同时，楚环宇也停手了，他们都觉得这股力量无法击碎，索性便放弃继续出手的打算。可是在二人停手之后，楚灵溪却并未停手，他的攻势越来越强，但是那股力量却依旧是毫发无损。灵溪，算了吧，没用的，以我们的力量不可能打碎这股力量，别说是我们，怕是天仙境也是不行。楚环宇劝道。闭嘴，你可以停手，没人会管你，但同样的，你们也没权利管我做什么。楚灵溪回过头来，恶狠狠地瞪了楚环宇与楚浩言一眼，随后便继续轰击着那股力量。哼，真是不知好歹。面对这样固执的楚灵溪，楚环宇冷哼一声，随后便站在了一边，他很是不爽。以他对楚灵溪的了解，他很清楚楚灵溪不会因为所谓宝藏这么拼命，可若不是因为宝藏，又是什么会让楚灵溪这般？那答案便只有一个，是楚风。楚灵溪是担心楚风的安危，所以才会这般拼命。可是只要想到楚灵溪对自己这般冷漠，对楚风却那般在乎，楚环宇便非常不爽。环宇啊，你可真是惨啊，这么喜欢楚灵溪，可是他却一心奔着那楚风，我都为你不值。楚浩言来到楚环宇身旁，以一种嘲讽的口吻说道。为我不值？你是为你自己不值吧？你我的心思彼此都了解，谁都不必装蒜。楚环宇说道。听得楚环宇这样一说，楚浩言竟然没有生气，反而一笑，笑的是如此释然。我对楚灵溪已经打消念头了，这样的妹子不是我们可以得到的，只是我很是想不通，这楚风到底是对他用了什么手段，竟然让他对楚风动心。楚浩言问道。你问我，我问谁？楚环宇瞥了楚浩言一眼，眼中的不爽反而更浓了。楚浩言不解的地方，其实也正是他所不解的地方。可就在这时，这方岩洞忽然颤动了一下，怎么回事？忽然间的颤动让所有人都是神色大变，肯定是楚风他们触发了什么，大家快离开这里，这里可能随时都会崩塌。楚浩言开口说道。听他这样一说，人们反而更加慌了，竟然真的开始向后退去，因为此处的岩壁非同小可，至少以他们的力量根本无法轰碎这岩壁，而这样的岩洞若是崩塌，那他们必然是要被困死在此处的。就在这时，伴随着一声巨响传来，这方岩洞竟然再度颤动起来，并且这一次的颤动比上一次还要严重，真的要崩塌了。大家快走，快走啊！若是再不逃走，就真的要被活埋在此处了。这一次人们彻底慌了，转身便向来时的方向逃去。大家都逃了，可是楚灵溪却依旧站在原地，仍然在向那封锁入口的力量发动着攻势。灵溪，你还不走？你想死在这里吗？楚环宇问道。可是对于他的话，楚灵溪却连理都不理，就像是听不到一样。真是疯了，你真是疯了！既然如此，那你就与那楚风一同死在此处吧！楚环宇气得忍不住大骂一声，随后便跟随着众人一同离开了此处。眨眼之间，原本热闹的此处便只剩下了楚灵溪一人。他顶着这颤动越来越强的威势，不停地挥动手中的半成仙冰，施展着强大的仙法。此刻的他看着有些孤寂，可是他的倔强以及不怕死的决心却令人为之动容。只是可惜，楚氏天族的那些小辈不会动容，在他们看来，楚灵溪的举动是愚蠢的、疯狂的。但唯有楚灵溪知道，他不能抛下楚风离去，毕竟他们相融了阴阳命珠。自从那一刻起，他们只要还在这里，那么他们的命运便是捆绑着的。眼下他并未感到异样，这说明楚风并没有死，但是眼下的情况却说明楚风可能遇到了问题，所以他不能放弃。只要楚风还未死，他便不能放弃楚风。猛然间，又是一声巨响传来，这一次比先前的每一次轰鸣都要刺耳，就仿佛近在眼前。
那颤动的频率更是恐怖异常。可是，在这声巨响之后，一切就好像恢复了正常一般。可恶，到底发生了什么啊？楚风，无论如何，你都要给本姑娘挺住，否则你若出现什么事情，本姑娘也要跟着遭殃。楚灵溪愣了一下，但是很快的，他便继续挥动手中的半成仙冰，向那封锁此处的力量发动攻势。尽管那轰鸣与颤动停止了，可是楚灵溪的内心反而越发的不安了。他是真的害怕楚风出现意外，那并非是担心自己受牵连，而是单纯的不希望楚风有事。而眼下，在那岩洞的最深处，楚风依旧站在原地，在那防御罩的守护下，楚风安然无恙。不仅安然无恙，楚风的眼中还涌现出了一抹喜色。尽管此处的涟漪还在翻腾，但是凭借天眼，楚风能够看到楚浩言的爷爷躺在岩壁的墙角之下，已然浑身是血。可是，在关悠远大人却是毫发未损。同为二品尊者，楚浩言的爷爷并不是悠远大人的对手。悠远，我小看你了，想不到你这样一条外来的狗，竟然有着这种实力。不过你今日却是输定了。就在这时，楚浩言的爷爷忽然身形一转，他在向另一个小辈飞掠而去。因为他距离那个小辈很近，所以当悠远大人意识到他的意图后，已然晚了。楚浩言的爷爷一把抓住了那个小辈的脖颈，将他提了起来，挡在了身前。放了他，悠远大人说道。放了他？可以啊，放下你手中的仙冰。楚浩言的爷爷说道。让我放下仙冰？你可真是妄想。悠远大人说道。楚悠远，我再说一遍，放下你手中的仙冰，否则我就杀了他。楚浩言的爷爷满面狰狞地威胁道。可是对于楚浩言爷爷这次的威胁，悠远大人却是连话都没有说。可是他那坚定的眼神却已经给了楚浩言的爷爷最好的回应。楚悠远，搞了半天，你也是一个不在乎足人性命的人。楚悠远，你不觉得惭愧吗？楚浩言的爷爷计划失败，不由得发出愤怒的咆哮。可是面对楚浩言爷爷这带有讽刺意味的话语，悠远大人却表现得很是平静。要杀他的是你，并非我，我没什么可惭愧的。楚悠远说道。你这家伙，既然你如此漠视他人性命，为何又要假装正义？楚浩言的爷爷问道。老夫从未假装正义，更没有漠视他人性命，我只是在适当的时候做出适当的决定罢了。眼下我若放下仙冰，将不是你的对手，到时候死的不仅是我，还有楚风，包括眼下被你抓在手中的这位。可我若坚持，那么死的便只有你手中的那一位。虽然未能护他周全，可至少楚风还在，对老夫来说便值。悠远大人说道。少说那些废话，其实就是在你心中，楚风的命比其他小辈的命重要。楚浩言的爷爷大喝道。你若非要这样说，老夫倒也不狡辩。悠远大人说道。听得此话，楚浩言的爷爷气得老脸通红，可是又说不出话来。面对这样的楚悠远，他真是没什么好说的。只是此刻，楚风却是心中一动，他真是没有想到，他的性命在这楚悠远的眼中竟然如此重要。楚悠远，你给我去死！猛然间，那楚浩言的爷爷大喝一声，随后竟将手中的小贝丢向了悠远大人，随后身形一转，便向那岩洞的出口飞掠而去。而他丢出那个小贝的力量也是非同小可，若是有人能够接下，倒还好说；若是无人接下，当那个小贝落地之时，必然是要粉身碎骨。虽说在悠远大人看来，那个小贝的性命不如楚风那般重要，可却也不代表不重要。至少在面临救那个小贝和追击楚浩言的爷爷二者选一的情况下，悠远大人他并没有犹豫，他毫不犹豫的便身形一纵，将那个小贝抱在了怀中。悠远大人，谢谢你。被悠远大人救下，那个小贝感激不已。无事便好。悠远大人淡淡的笑道。可就在这时，悠远大人那原本带有笑意的脸庞却是忽然一僵，随后脸色大变，竟猛然将怀中的小贝狠狠地甩了出去。悠远大人的力道很强，足以将那个小贝狠狠地摔死。可是那个小贝却是身形一转，便稳稳地站在了地上。此刻，这个小贝的气息竟然也是二品尊者，可是在关悠远大人却是连连后退，随后噗的一声，一大口鲜血便自口中喷洒而出。悠远大人见此一幕，楚风顿时一脸的担心，他注意到悠远大人的胸口竟然被洞穿了，是那个伤口让悠远大人如此的虚弱，而造成那个伤口的正是那个先前被楚浩言爷爷拿来威胁悠远大人的小辈。搞了半天，除了楚风、楚若诗、楚之渊之外，所进来的两个小辈都说不是本尊，他们两个都被人夺了躯壳，他们都是二品尊者。莫慌，我无碍。受伤之后，悠远大人立刻来到了楚风身前，他先对楚风淡淡一笑。看到这样的楚悠远，楚风的心中很不是自威，他看都看得出来，悠远大人此刻的伤势非同小可，乃是重伤。可是明明已经这般了，悠远大人还特意来安抚他，其实怕的就是楚风担心。而在安抚过楚风之后，悠远大人也是将目光投向了那个先前被自己救下，结果却重创自己的小辈。你是谁？悠远大人问道。楚悠远啊，楚悠远，我猜你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我们还留了这一手吧？那个小辈得意笑道。竟然是你！听得对方的声音，悠远大人也是很是惊讶，但是显然他已经得知了对方是谁。悠远大人，此人到底是谁？楚风开口问道。楚风之所以想知道对方是谁，那是因为楚风知道这个人既然与楚浩言的爷爷一起夺人性命来到此处，那就一定是有着相同的目的。他们两个的目的都是要除掉楚风，所以楚风其实是想知道究竟是谁要除掉自己。说起他你可能不了解，但是他的爷爷你一定有所耳闻。话到此处，悠远大人看向了不远处的楚之渊。楚之渊的爷爷，这个人是楚之渊的爷爷。楚风很是惊讶，他之所以惊讶，是因为他明明听说楚之渊的爷爷不仅仅是楚氏天族的太上长老，更是一个非常和善的太上长老，甚至可以说是楚氏天族最和善的太上长老，没有之一。并且楚之渊的爷爷
只处理族内的大事，不仅公平公正，更是从来不会以自己的身份去压制族内的其他人，甚至连自己的孙儿楚之渊被人欺负、被人嘲讽，他都从来不管不顾。正因如此，楚氏天族的小辈才敢肆无忌惮地嘲讽楚之渊。可是现在，那个传闻中人品极佳的太上长老，不仅与楚浩言的爷爷联手，不仅伤了悠远大人，甚至还不惜夺走他人性命来到此处。而他所谓的就是除掉自己，这让楚风怎能不惊讶？楚风，你现在应该知道我之前为何说你今日一定会死在了此处吗？此刻，楚之渊走到了他爷爷的身后，脸上挂着满满的得意。看来他对这一切当真是早就知晓，难怪从一开始便如此自信。两位楚氏天族的太上长老为他撑腰，他怎能不自信？楚悠远，想必你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我们两个会联手吧？而就在这时，楚浩言爷爷的声音也是响起，他自入口的方向走了回来，并且站在了楚之渊爷爷的身旁，差点忘记了他也是曾被楚汉仙羞辱过的人。我本以为他已经忘记了当日的耻辱，看来是我大意了。悠远大人苦笑着摇了摇头，脸上有着些许悔恨之色。不，老夫并非是那么记仇的人。楚汉仙的确侮辱过我，但是已经过去了。楚之渊的爷爷摇了摇头，既然如此，你为何要与他联手，非要置楚风于死地？悠远大人问道。看来他很想知道答案，因为我与他有着相同的目的，那就是必须杀了这个楚风。楚之渊的爷爷说道。既然无冤无仇，你这是为何？悠远大人问道。我是对这楚风无冤无仇，可是我想我孙儿出人头地啊！这楚风简直完美的继承了他爷爷楚汉仙以及他父亲楚轩辕的天赋。当初我们都被楚汉仙压得抬不起头，我不想我的孙儿也像我一般被这个楚风压得抬不起头，所以我也是没有办法，我只能除掉这个楚风。楚之渊的爷爷说道。你们同氏族内血脉，无论谁强谁弱，都是我族之荣光，你们为何非要这般自私自利？悠远大人很是愤慨地说道。楚氏天族从来就没有共荣共辱这一说，享受荣耀的只有最强的人。楚之渊的爷爷说道。楚普泽，就算你杀了楚风，可是楚之渊也将压制着你的孙儿楚浩言，你确定要与他联手吗？悠远大人对楚浩言的爷爷说道。悠远啊，悠远，挑拨离间的话还是算了吧。我们两个来此之前就已经达成了共识，我承认我也希望我的孙儿成为楚氏天族的最强者，可是相比于这个，我更想杀死楚汉仙的孙儿楚轩辕的儿子。楚浩言的爷爷说道。你们听得此话，悠远大人的脸色变得无比的苍白，随后竟然嘴巴一张，一大口鲜血喷洒了出来，气得他这是被硬生生气到吐血。他真是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这两个人竟然为了各自的私心能做出这种事。要知道他们两个可都是楚氏天族的太上长老啊。楚悠远，你今日不该来的，但你既然来了，那就休怪我们不念旧情了，你就与这楚风一同葬送在此处吧。枪，此话落下，楚之渊爷爷的手中则是出现了一把金芒闪烁的长枪，那是一件仙兵。而与此同时，楚浩言的爷爷也是摆弄着手中的仙兵大刀，以一种怜悯的目光看着悠远大人。两位二品尊者联手对抗一个身负重创的楚悠远，在他们看来已是势在必得。悠远大人，您先休息一下，这两个楚氏天族的败类便由我楚风来斩杀。楚风说话间再度握紧了手中的邪神剑。看到没有，楚悠远，这个楚风就如同他的父亲和他的爷爷一模一样，简直狂妄到不可理喻。他真的以为凭借一把那样的破剑就能对付两个楚氏天族的太上长老？楚浩言的爷爷发出讽刺的大笑，而楚之渊的爷爷也是无奈的摇了摇头。他们两个虽然表达方式不同，但他们却都觉得楚风很是可笑。你们可以试一试。楚风手中的邪神剑越握越紧，再度开始催动这件魔兵。虽然在见识了悠远大人与楚浩言爷爷的交手之后，楚风已经不能确定邪神剑可否与尊者抗衡，可是邪神剑却依然是他最后的希望。他必须拼命一搏，至少动用邪神剑还有一线生机。可若不动用邪神剑的话，那就是必死无疑。楚风，放下你手中的魔兵。可就在这时，悠远大人却是忽然开口，且看着楚风说道。楚风，你要相信我，有我在，他们休想杀掉你。话到此处，悠远大人竟然探出手来，亲自破开了自己部下的防御罩，将楚风拦在了怀中。守住，不能让他逃走。见此情形，楚浩言的爷爷顿时剑眉倒竖，眼中涌现出了无比凝重之色。与此同时，楚之渊的爷爷也是释放出磅礴的威压，并且紧紧地凝视着悠远大人的一举一动。的确，对于已然身负重创的悠远大人来说，面对这两个人的严防死守，他今日的确是难以逃脱。可哪怕如此，悠远大人还是猛然一踏，离开了地面。只不过他并没有向着岩洞的入口处飞掠而去，反而是向岩洞的深处飞掠而去，那是那个火红湖泊的方向。而当那带着楚风的悠远大人来到湖泊之上后，竟然猛然向下，只听扑通一声，顿时浪花冲天，悠远大人竟带着楚风冲入了那湖泊之内。见此情形，楚浩言的爷爷与楚之渊的爷爷皆是神色一动，随后二者同时动身来到了那湖泊上空。二人仔细观察一番后，四目相望，随后竟然释然的笑了。在他们看来，这湖水的力量很强，莫说是楚风，就算是楚悠远进入其中，也是必死无疑。这楚悠远说的倒是并非大话，我们的确没有办法杀了那楚风，因为这楚风是死在他的手中的。话罢，楚浩言的爷爷发出了无比畅快的笑声，那笑声之喜悦就宛如大仇的报了一般。至于楚之渊的爷爷，则是面容有些凝重，他用谨慎的目光看着楚浩言的爷爷说道：希望你能兑现你的承诺，否则老夫让你也葬送在这湖泊之中。放心，这种交易老夫不会食言。话罢，楚浩言的爷爷看向楚之渊和楚若诗说道：你们两个娃娃还犹豫什么？那个泉眼
是属于你们两个的了。听得此话，楚之渊面露喜色，毫不犹豫的便跳入了那泉眼之中。只是落入泉眼之后，他却是赶忙看向身后，见楚若诗还站在原地，不由问道：“若诗，还愣着干嘛？还不进来与我一同修炼？”志渊哥哥，这泉眼力量很强，可若独自一人修炼，效果则会更好。你是需要击败楚青的人，所以这泉眼若诗便不入了。楚若诗说道：“若诗，你听得此话？”楚志渊一愣：“志渊哥哥，我从未想过做第一，我只希望你能做第一，因为你是我楚若诗的男人，所以你不要让我失望。”楚若诗说道。听得此话的楚志渊先是愣了片刻，随后眼中便涌现出了一抹决心，道：“好，若诗，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也不会忘记你对我所付出的一切。”话罢，楚志渊便盘坐于泉水之中，紧闭着双眼，独自享受着那不断冲击着他的天地能量以及修武之道。若诗，她真是个好姑娘啊，能有这样的孙媳妇，不仅是志渊的福气，也是你的福气。看来不仅仅是这一次天骄大会的第一，非你孙儿莫属，就连那楚青也是要倒霉了，真是可喜可贺呀。楚浩言的爷爷对楚志渊的爷爷说道：“你放心，我孙儿成了气候，你的孙儿将成为他的心腹，日后楚氏天族的天下，你我共享。”楚志渊的爷爷说道：“若是那样，则最好。”楚浩言的笑道，而楚志渊爷爷嘴角也终于涌现出了一抹笑意，那是一副隐忍多年，终于阴谋得逞的笑容。可在他们二人觉得已经除掉心头大患，想要的已经快要得到之际，却并不知道那湖泊深处，楚风与悠远大人正在随着暗流不断的向湖泊深处笔直的飞掠而去。只不过眼下不再是悠远大人抱着楚风，而是楚风抱着悠远大人。悠远大人已然陷入了昏迷，生死未知，可是楚风却是双眼明亮，眼中散发着无比惊人的目光。与此同时，他的身上还萦绕着道道雷霆，那雷霆就像是守护神兽一般，保护着他与悠远大人。也正是那雷霆挡住了那可怕的湖水，使得楚风身在这宛如地狱一般的湖水之中，却能毫发无损。楚风周身雷霆缠绕，跟随着这湖水之中的暗流一路下潜，速度可谓极快。楚风，怎么回事？你身上这雷霆？女王大人很是不解。他本以为落入此处乃是必死无疑，因为哪怕是他也能够感受得到这湖水的厉害。这湖水之内热浪冲天，仿佛可以燃烧一切。正因如此，女王大人才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当楚风落入湖水之后，竟然可以安然无事，而一切都源自于楚风身上所散发出的雷霆。这雷霆不仅护得楚风周全，更是护得楚悠远周全，但主要的是，这雷霆似乎并非楚风所控，而是自动溢出。可以说，这是楚风那天雷血脉本能的反应。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想必悠远大人清楚。楚风说此话的时候，看向了楚悠远。此刻的楚悠远已然陷入了昏迷。楚之渊爷爷那记偷袭，让楚悠远伤得很重，哪怕楚风已经帮他处理了伤口，效果也仍不是很好。这也难怪，如楚悠远这种级别的人物，能够让他重伤到昏迷，那伤的其实是灵魂。只是可惜，他眼下的伤势，连楚风都无可奈何。看来这个楚悠远早知道跳入此处不会有事，他对这九月神域还真是了解。此人并非太上长老，可却有着连寻常太上长老都要略胜一筹的实力。这个老头当真不简单啊！女王大人对楚悠远的评价颇高，毕竟是楚悠远让楚风与他躲过了一劫。对了，楚风这个老头的伤怎么样？死不了吧？女王大人问道。悠远大人的伤是我所无法治愈的，情况不是很好，但也不会危及性命，只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醒来。楚风说道。死不了就好。楚风，你说这暗流会通往何处？会不会另有出口？女王大人说道。我倒是希望另有出口，那样的话便可以让他们付出代价。楚风说道。其实楚风此刻很无奈，尽管逃过一劫，可是这湖水的力量依旧很强，楚风身在其中，只能跟随着暗流而走，随波逐流，不知将飘向何处。并且这暗流的速度明明很快，可是就这样一直飘动，却始终看不到底。由此可见，这湖泊可比楚风想象的要大得多。也许从外面看，它的确更像是一座湖泊，可是这湖泊的里面，说其是一个世界，反而更加贴切，因为这里面当真是太大了。如此速度之下，楚风这一飘，竟然就足足飘了1日的时间。1日时间之后，楚风已经来到了这湖泊的底部。落入湖泊底部之后，那暗流便消失了，他恢复了自由之身，可以自由行动。飘了这么久，总算落地了。这湖泊到底有多深啊？就连女王大人也是惊讶的张嘴小嘴，感慨不已。而楚风则是注视着上方，虽然都是在湖泊之中，可是上方却布满了暗流。忽然，楚风纵身而起，以极快的速度掠向上方。可是楚风刚刚跃起，动作便忽然停止，紧接着便被那股强大的暗流给推送了回来。这暗流力量太强了，简直不可逆行。莫说是你，依我看，就算这个老头也是不行。女王大人说道。希望此处还有出路，不要被硬生生的困死在这里。楚风眉头紧皱，都说要在9月神域关闭之前必须离开此处，否则就要葬送在这里。而眼下楚风被困在这种地方，连出路都不知道，怎能不愁？尽管心中忧愁，可楚风却也没有因此而失去斗志，相反，这激发了楚风的斗志。楚风背着楚悠远，开始在这底部快速的前行。楚风想要找到出路，可是楚风足足走了几个时辰，却是一无所获。这湖泊底部的面积实在太大了，大到楚风无法估算，又因为这湖水的力量太强，楚风的天眼也是受到了限制，甚至就连楚风的感应力也是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眼下简直就像是一个无头苍蝇，不知道出路何在，不知该向哪里去走。可哪怕如此，楚风的斗志依然没有被磨灭，他依旧在坚持，因为楚风知道
他不能死，他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他还没见过他的母亲，他还没找到他的爷爷，还有那么多仇人没有铲除。楚风不能死，必须活下去，而眼下被困于此处，只要时间到了，就将死在这里。楚风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他可以依靠的唯有自己。若是连他自己都放弃，那就真的只能在此等死。楚风，让我出去吧，我们分头行事，我帮你去找出路。女王大人心疼地说道。别，千万别，这狐婆太厉害，我以结界之术凝聚的分身，只要离开我周身的雷霆，便立即破灭。我可不想让你冒险。楚风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女王大人的请求。本女王好歹是来自修罗灵界，你都没事，我岂会有事？女王大人不以为然。我的女王大人，你的厉害我很清楚，但这里真的很特殊，我不能让你。谁？楚风正向女王劝阻，可是猛然间将目光投向身后，并且大喝一声。楚风听到了声音，可是向那边观望，却是什么都没有。楚风，怎么了？女王大人，可以楚风共享视听，但眼下楚风观望之处，什么都看不到。女王大人则是对楚风这忽然间的怒喝感到不解。我刚刚感觉我身后好像有人。楚风说道。不会吧，这种地方怎么会有人？女王大人问道。现在什么也感觉不到，但是刚刚的却感觉到了。楚风说道。该不会是你太累了，出现幻觉了吧？女王大人有些担心，因为楚风这段时间绝非只是简单的赶路这么简单，他一直努力的观察四周，尽自己最大的精神力量感应一切。这种强度的感应与观察对楚风来说其实也是一种负担。可能吧。楚风无奈的摇了摇头，就连他自己也觉得可能真的是出现了缓解。可就在这时，忽然一只手出现，狠狠地打了楚风的脑袋一下。这一下打得很痛，就连楚风也是疼得龇牙咧嘴。但是楚风还是立即做出了反应，他身躯向前一纵，脱离先前所在的地方，与此同时转过身来向后方观望，可是却发现身后什么都没有，不仅看不到，就连感应都感应不到。可是就在先前楚风的脑袋被打的时候，他明明感应到了，在他的身后有一道生命气息。况且就算感应出错，可是楚风的后脑勺上那种痛感也不会错啊。最重要的是，楚风这种修为就算真的被打，也不会感受到如此强烈的痛感，除非对方伤到的是他的灵魂。到底是谁？出来！楚风再度大喝一声。嘻嘻嘻。楚风此话落下，在他的身后便传来了一阵笑声。这一刻楚风听清了，那是一个孩子的笑声。只是楚风转过头去，却又什么都看不到，并且什么也都感应不到。但就在那笑声响起之际，楚风明明又感受到了对方的生命气息。糟了，这水里面竟然有怪物啊！此刻就连女王大人也是有些紧张了，她自己倒是不怕，只是她担心楚风。楚风感应到的她感应不到，可是先前那道笑声，女王大人却是清晰的听到了。那笑声虽然是孩子的笑声，可是却很诡异，让人听到便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这让女王大人判断，那绝对不是普通的孩童，因为那笑声太恐怖了，如此恐怖的笑容便足以说明那很可能是一种怪物。就在这时，楚风的后脑勺又是传来痛感，那感觉就像是被一记有力的铁锤狠狠地锤了一下一样。混账，你有本事给我出来！楚风愤怒地大喝起来，他眼下有一种被愚弄了的感觉，这感觉让楚风很不爽。但最重要的是，除了那孩子一般的恐怖笑声，楚风根本不知道对方是谁，这说明对方的实力要远在自己之上。眼下对方只是愚弄他，可若是等一下对方动了杀念，那楚风岂不是真的死在这里？楚风，不要激怒他！而就在这时，一道虚弱的声音忽然响起，那虽然是暗中传音，可是楚风却也立刻听出，那乃是楚悠远的声音。悠远大人，您的伤势如何？楚风目露喜色，尽管眼下遭遇危机，可是悠远大人的苏醒还是给楚风的心中增添了一件喜事，并且听悠远大人的语气，他似乎知道那个不知所踪的家伙是为何物。楚风，莫要担心，老夫的伤并无大碍，但是眼下你有大机缘了。悠远大人说道。大机缘？悠远大人，莫非您所指是那个行踪不定的家伙？楚风问道。这话他也是暗中传音，因为他并不想他与悠远大人的对话被那个家伙听到，想必这也是悠远大人所希望的，否则悠远大人不会在一开始就给楚风暗中传音。就是那个小家伙，那个小家伙名为火狐鬼。悠远大人说道。火狐鬼？楚风目露惊讶。我现在不能与你解释那么多，因为在这偌大的湖底能够遇到这火狐鬼的几率可谓是非常非常的低的。你现在既然遇到了他，就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机会，你不能激怒他，你要陪他玩耍，只要他高兴了，就会带你到火湖源泉。而你之前在这岩洞内所看到的泉眼，那股强大的天地能量，其实就是来自于火湖源泉。而知道这火湖源泉在哪里的，唯有这火狐鬼。所以只要你讨好他，他便会将你带到那火湖源泉。到了火湖源泉，你将享受到比那泉眼还要浓郁许多的天地能量。楚悠远说道。只要陪他玩就可以了吗？可是我该怎么陪他玩？这个小家伙就知道打我，该不会一直让他打我，直到他打到爽吧？楚风皱眉问道。哪怕是在他与楚悠远交谈期间，那个所谓的火狐鬼也一直在打楚风的脑袋，并且那个家伙还是个死心眼，就往一个地方打。现在楚风的后脑勺不仅仅钻出了一个通红的大血包，因为对方可以直接伤到灵魂。眼下楚风整个脑袋都是嗡嗡作响。火湖之下，火狐鬼，狐鬼居于源泉水，若是寻得源泉境，尽照狐鬼听天命。这4句话乃是老夫在9月神域的神域之中所得，其中便蕴藏着讨好火狐鬼的方法。依照老夫来看，源泉境便是讨好火狐鬼的关键所在，只是不知源泉境究竟是何物，但那源泉境一定在这火湖之中。悠远大人说道。源泉境？听得此话，楚风顿时目光一动，随后似是想到了什么，便立即自乾坤袋内取出了一片叶子。这片叶子应该是某种植物脱落而下，
但是它有些特殊，不仅隐隐间散发出天地能量的气息，并且这片叶子竟是银色，这湖中之物。看到楚风手中的叶子，悠远大人顿时目光一动，前辈，这的确是湖中之物。我先前探寻出路，发现了这个叶子，我觉得这片叶子与众不同，便将其收了起来。哎呦，小鬼又来！楚风的话还未说完，便发出一声惨叫，原来是那个火狐鬼。趁楚风不备，又狠狠地砸了楚风的后脑勺一下。这一次同样砸得楚风疼痛难忍，但这一次楚风也是赶忙回头观望，虽然依旧没有看到那所谓火狐鬼的踪影，但是楚风却开始用手中的这片叶子对着前方扫视起来。叶子没有任何光芒，可是当那叶子扫过一处之后，竟出现了一道身影。那是一个小男孩，他只有3尺的身高，大概有3岁的年龄。他身上一丝不挂，肌肤竟是火红之色，不只是肌肤，他的眼眸也是红色，就连牙齿也是红色，指甲也是红色，头发也是红色，身上各处几乎全部都是红色。但是这个小鬼虽然浑身火红，但并没有给楚风一种惊恐之感，相反，他长得很是可爱。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小男孩。这片叶子竟真是源泉镜，这也太巧了。不，这绝非巧合那么简单，是机缘，真正的机缘。楚风，你真是与你父亲和爷爷一样，是有大气运者。当楚风凭借手中的叶子映射出那火狐鬼的样子之后，就连楚悠远也是激动不已，因为他真的没有想到，楚风随手捡的叶子就真的是那源泉镜，这可不是寻常的巧合，这真的是机缘。唯有大气运者才会有如此机缘，这样的人哪怕没有天赋，单靠机缘也会有极大的成就。嘻嘻，就在这时，那火狐鬼竟然忽然笑了，他的笑声依旧恐怖，可是他的笑容却是那样的天真无邪，就真的像个孩子一般，露着灿烂的笑容。来啊，抓我呀，你个笨蛋！随后那火狐鬼竟然说话了，不仅说话，他还转身就跑，他的速度很快，楚风要很勉强才能跟得上。在此期间，楚风一直用那源泉镜照着火狐鬼，笨蛋笨蛋，大笨蛋，来抓我呀，来抓我呀！这一路上，火狐鬼都在欢呼雀跃，一边向前跑，一边回头对楚风做着各种各样的鬼脸。而当楚风有些追赶不上的时候，他甚至还会停下来等一等楚风。看得出来，他很高兴，真的很高兴。在他看来，楚风是在与他玩耍，他很享受这个过程。起初，楚风追赶着这个小家伙，还真的是挺费力的，毕竟不仅仅是速度勉强追得上的原因，最重要的是想要捕捉到这个小家伙，楚风只能看手中的那一下片叶子，而这小家伙速度如此之快，稍有不慎就将丢掉他的踪迹，还要重新寻找。但是楚风很快便寻找到了捕捉这个小家伙的诀窍，所以渐渐的追着他跑，倒也是变得轻松了不少。悠远大人，您是如何知道关于这火狐鬼和这座火湖的事的？眼下追着火狐鬼不再那般费力。楚风道也是终于有精力向楚悠远询问此事，以解心中疑惑。老夫看守九月神域这么久，自然是见过其他人未曾见过的风景，也知晓其他人所不知道的事。有一日，这九月神域所在的平原之上出现了一堵土墙，那堵土墙很破，可是土墙之上却写着神域2字。老夫当时便觉得那堵墙绝对来历不凡，于是便用心观察那墙上的纹路，这一看还真是有了一些收获，至少对于这阴阳之门内的情况是了解了不少。当然，老夫所解读的只是那神域的一小部分，九月神域绝对不止阴阳之门这么简单。楚悠远说道：“那悠远大人，您可知道这火狐的来历以及火狐鬼的来历？”楚风问道：“这个老夫还真是知道。”随后，楚悠远便为楚风讲述起了关于这火狐鬼的事情。原来，这火狐鬼源自远古时期。远古时期有一对夫妇，夫妇2人皆是修武高手，在一方星域都具有赫赫威名。夫妇2人原本青梅竹马，从小便相识，并且始终相伴。可因为2者皆是一心追求武道，哪怕互相都有好感，可却也始终没有表达彼此出各自的心意。直到2人寿龄万岁高龄之际，才意识到彼此的重要，终于成亲，结为夫妻。2人婚后对武道的追求越来越淡，反而是彼此在各自心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故而夫妇2人决定退出修武者的争名夺利，准备归隐山林。夫妇2人虽然年事已高，可精力尚存，归隐山林没多久便有了孩子。曾经叱咤风云的2位高手，从此过上了与寻常平凡百姓一般的平凡生活。可是对他们来说，那却是一生之中最幸福的时光。有此人生，哪怕再强的修为，夫妇2人也不愿换。但奈何天不从人愿，在夫妇2人的孩子3岁生日的那一天，夫妇2人的仇人找上门来。夫妇2人虽然退隐山林，可是修武多年，实力依旧。那仇敌虽找来千军万马，但却也不敌夫妇2人。可谁曾想，那仇敌卑鄙无耻，竟以调虎离山之计，趁机俘虏了夫妇2人的孩子。仇敌以孩子为要挟，要夫妇2人互相残杀。夫妇2人深知，哪怕他们夫妇2人自相残杀而死，可是以对方的手段，也绝对不会放过他们的孩子。所以夫妇2人以性命为代价，施展了出了灭杀大阵。一时之间，火光冲天，泉水喷涌，原本水火不容的2股力量，不仅融合，更是化为天地间极强的灭杀之力。一时之间，惨叫连连，哀嚎不断。在那水火力量的冲击之下，方圆亿万里几乎无人存活，唯有1人除外，那便是夫妇2人的孩子。原来夫妇2人早有打算，早知有一日仇敌会寻上门的他们，钻研出了这座大阵。这便是火狐大阵。夫为火，妻为水，火灭杀一切，水则蕴藏修武之道，而火狐之内，除其骨肉，皆将死绝。而其骨肉在这火狐之内，更是将永生不灭。只是奈何远古太久，
无人知晓夫妇名字，也无人知晓其孩子名字，只能以火狐之名称其为火狐鬼。得知这火狐鬼的身世，楚风不仅因这火狐鬼不停捶打自己后脑勺而产生的怨念烟消云散，就连楚风看那火狐鬼的目光都已然变了。楚风一直觉得自己从小没有亲生父母陪伴，已是可怜，可是若与这火狐鬼相比，楚风简直好了太多。不管怎么样，自己的父母皆还在世，并且楚风也很清楚，哪怕自己的父母没有伴随他成长，可却非常爱自己。可是这火狐鬼，虽然他的父母也很爱他，这是毋庸置疑之事，可是他的父母却已然不在，他怎能不可怜？幽远大人，那这火狐鬼他现在到底是人还是鬼？楚风问道。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这火狐鬼似乎无论是甚至还是外貌，都保持着当年3岁的样子，这很不合常理。楚风啊，除非是神，否则世间谁能永生？火狐鬼的父母追求武道多年，已是修武界的高手，可是连他们自己都做不到永生，又岂能让们只有3岁的孩子达到永生？这火狐鬼之所以叫做鬼，那是因为他其实已经死了，只有在这火狐之内，他还会以生命的形式存活着。可若是离开这火狐，他怕是要魂飞魄散，彻底消失于这个世界之中啊！楚幽远说道。听得楚幽远的一番话后，楚风对这火狐鬼则是更加的同情了。楚风，你感受到了吗？忽然，楚幽远的情绪变得激动起来，感受到了，是天地能量，好强的天地能量。此刻，楚风也是变得兴奋起来。跟随着火狐鬼跑了这么久，眼下楚风终于感受到了天地能量的气息，并且这气息越来越浓郁，这已经无需多说，楚风与楚幽远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这说明他们距离那火狐源泉已经越来越近了。果不其然，没过多久，那火狐鬼终于减缓了速度，因为在前方出现了一片与众不同的水域，这火狐之内的水皆是火红之色，毕竟这是火与水的交融体。可是眼下，在那火狐鬼的前方却出现了一片清澈无比的水域，那片水域的出现简直就如恐怖的地狱之中出现了一片仙土一般，令人神往。而那强大的天地能量也正是自那水域之中散发而出，那水域似是沸腾了一般，并且化作一道水柱向上发而去，想必那水柱便是岩洞之中那泉眼的根源。楚风愣着干嘛？快进去啊！如此浓郁的天地能量，甚至还蕴藏着强大的修武之道，你进入其中，修为必然增进，搞不好你有机会突破到天仙境。看到那火狐源泉，女王大人简直比楚风还要激动。事实上，楚风也很激动，毕竟这可是突破的大好机会。可是眼下，楚风却有些犹豫。幽远大人，若是我进入这火狐源泉修炼，会不会将火狐源泉的力量耗尽？会不会让火狐鬼无家可归？楚风问道。原来，楚风之所以犹豫，是因为他担心火狐鬼。虽然火狐鬼早已不是真正的生命体，可是楚风因为同情他的身世，还是不想他魂飞魄散。哪怕他不是真正的生命体，可是若是这样一直无忧无虑的活下去，楚风觉得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好事。至少楚风希望他能一直存活下去。不会的，楚风，放心吧。根据神谕上面的记载，这火狐源泉的力量不会消散，它也会一直存在。但是它对你提供的帮助也是有限的，所以能够从中获得多少，完全靠你自己的悟性，而并非是消耗这火狐源泉的力量。楚幽远解释道。听到楚幽远这样一说，楚风那犹豫的心则顿时消散。而就在这时，楚风注意到，原本一路嘻嘻哈哈的火狐鬼，已然进入到了火狐源泉之内。当进入火狐源泉之后，先前还兴奋不已的火狐鬼，竟然大大的伸了一个懒腰后，就立刻睡着了，并且他睡得非常香，就像是一个玩累了的孩子，陷入了沉睡。不是，好像这火狐鬼虽然自远古时期存活到现在，可实际上他仍是一个孩子，无论心智还是外貌，他都是一个孩子。而在这一刻，楚风也不再犹豫，直接飞掠到了那火狐源泉之中。进入火狐源泉，楚风便被磅礴的天地能量所包裹，那种感觉对于一个修武者来说，简直如临仙境。换句话说，此刻楚风的感觉简直就像是一个好色之人被无数美女所包围一般，简直爽到不能再爽。这种情况下，楚风赶忙闭上双眼，立刻开始领悟此处的天地能量。可是很快的，楚风却又睁开了双眼。楚风，怎么了？女王大人赶忙问道。蛋，我的女王大人，真是天助我也啊！楚风欣喜若狂，激动不已。到底怎么了？别卖关子，快与本女王说。听得楚风这样一说，女王大人则变得更加好奇。原本懒洋洋坐在地上的她，甚至激动地跳了起来。身在此处，我可以切断那道通往上方的水柱，而只要切断那水柱，你猜会怎样？楚风笑嘻嘻地说道。还用猜吗？若是这火狐源泉通往上方泉眼的水柱可以切断，那么那个泉眼的天地能量也将消散，楚志渊与那个楚若诗也将没有办法修炼了。女王大人说道。正是如此，楚风说道。那你还愣着干嘛？还不快快切断那水柱！女王大人又兴奋又激动，同时也忍不住催促起来。而面对女王大人的催促，楚风则是淡淡一笑，自其那笑得灿烂的口中吐出了4个字：正有此意。火湖水面依旧巨浪翻腾，危险的气息任何人都能感受得到。此湖之险，哪怕楚氏天族的2位太上长老也不敢再靠近。而不远处那清澈的泉眼，则与这危险的火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令人畏惧退而远之，一个令人向往沉迷其中。可任凭是谁都想不到，那蕴含着如此浓郁之天地能量的泉水，竟然也是自火湖深处喷发而出。而楚志渊自从当日楚风与楚幽远跳入火湖后，便一直在这泉眼内修炼，在此期间，他连双眼都未曾睁开过一次，可谓认真至极。不知志渊哥哥修炼的如何了？楚若诗说道。放心吧，蕴藏着如此天地能量的泉水，对于你们真仙境的人来说，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依我看，智渊突破到天仙境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楚浩言的爷爷说完此话，看向楚之渊的爷爷，说道：“老家伙，你说呢？依我看，也差不多。”楚之渊的爷爷淡淡的笑道：“自己的孙儿修为将有所增进，并且这跨度还是如此之大，做爷爷的自然高兴。”可就在这时，那紧闭双眼、沉浸于修炼的楚之渊，却是忽然睁开了双眼，看向了楚若诗三人。只要给我足够的时间，我可以突破到2品天仙。楚之渊说道。原来他是听到了楚若诗等人的对话，所以才特意睁开了双眼，暂停修炼，为的就是让楚若诗等人知道他在这泉眼内的收获究竟有多大。智渊哥哥，那你现在收获如何？楚若诗激动地问道。突破到9品真仙，早就不成问题。若是突破到天仙境的话，也只差一点点。楚之渊说这番话的时候，脸上挂满了骄傲与得意之色。那智渊，你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突破到2品真仙？楚之渊的爷爷忍不住追问道。毕竟这可是他的孙儿，寄托了他的全部希望。爷爷，您放心，离开这9月神域之前，我就可以领悟到突破到2品真仙的修武之道。楚之渊说道。好，不愧是我的孙儿。此刻，楚之渊的爷爷顿时大喜。爷爷，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这2品真仙我也是志在必得。你孙儿绝对不辜负你的期望，也不会辜负若诗对我的付出。楚之渊自信满满。可就在这时，那原本喷发的泉水竟忽然跌落而下，随后便不再喷发，就连此处的池水也开始顺着泉眼喷发的地方倒流而去。而与此同时，那原本浓郁的天地能量也是渐渐消散。这是怎么回事？这一刻，莫说楚之渊，在场之人皆是大惊，这泉水怎么消失了？爷爷，这是怎么回事？楚之渊慌乱不已，赶忙对其爷爷问道。智渊，看来你的机缘到此为止了。楚之渊的爷爷也很不甘心，可是他却也无可奈何。不可以，我还并没有达到预期，现在的我连突破到天仙境都还差一点啊！爷爷，您想想办法，能否破开这岩石？毕竟那泉水自的底深处而来，若是一路冲下去，定然还能找到那泉水。楚之渊甚是激动，已然手足无措，他实在不想就这样错过这样的机会。毕竟2品天仙原本已经唾手可得，现在就这样错失机会，他无法接受。智渊啊，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可是9月神域，这里的岩石岂是我等可以破开的？若是可以随意破坏，我们便也不会受这9月神域所限制了。楚之渊的爷爷说道。可是哎，楚之渊无奈极了，脸上挂满了沮丧之色。唾手可得的东西就这样离他而去，他怎能甘心？不知缘由，他已是如此气愤。若是知道其实这一切的背后黑手乃是楚风的话，不知这楚之渊是否会气死过去？是楚风，当然是楚风，是楚风截断了火狐源泉与这岩洞的联系，是楚风截断了楚之渊继续吸收天地能量、继续领悟修武之道的机会。只不过对于这个真相，他们皆是不知，都以为是9月神域在捣鬼。智渊，算了，这也是命。楚之渊的爷爷劝道。这到底是修炼多年楚氏天族的太上长老级别的大人物，见多识广，尽管这也并非是他所愿，可是他调整情绪的功力却是很强。智渊哥哥，你不是说你只差一点点便可以突破到天仙境了吗？以你的天赋，这一点点绝对难不住你。而只要你突破到天仙境，楚青便不再是你对手，那个时候你便可以找楚青复仇了。楚若诗也是开口劝道。可是哪怕人们再怎么劝，楚之渊的情绪也依旧很是沮丧，很是不爽。人心就是如此，每个人都很贪心，都希望可以得到更多，而原本可以得到更多，现在却未能得到，自然会失望与失落，甚至是愤怒。现在想一想楚风的事吧，咱们是要杀人灭口，将这阴阳之门内的所有小辈都杀掉，还是如何？楚浩言的爷爷说道。全部杀掉，只留浩言、若诗、智渊的话，这样反而更容易引人怀疑。更何况楚灵溪那个丫头，你敢杀吗？若是她出现了意外，就算他父亲和他爷爷不追究，他的母亲也会追究到底。想必你我都不想惹上那个疯丫头吧？楚之渊的爷爷说道。那你有何办法？楚浩言的爷爷问道。很简单，毕竟楚风与楚悠远已死，所以这掌控权已经牢牢地握在了我们手中，还不是我们说什么就是什么。楚之渊的爷爷那张老脸之上露出了卑鄙的笑容。到底怎么做？楚浩言的爷爷追问道。栽赃嫁祸，把黑的说成白的，把白的说成黑的，把所有过错都推到楚风的身上，就说这楚风想要强行占有此处的天地能量，因此更是打伤了我们与若诗还有智渊。只是可惜他不能驾驭那么庞大的天地能量以及阵法，所以导致被那湖泊吞噬，丧命于其中。楚之渊的爷爷说道。高，老家伙，还是你高啊？那是自然。这一刻，两位太上长老互看一眼，随后两张老脸之上便同时绽放起了笑容。只是无论他们的笑容还是他们的笑声，都是如此的卑鄙与无耻。既然决定了，那就尽快离开此处吧。毕竟此处除了那泉水，也没有其他可以称得上是宝藏的东西。眼下那泉水都没有了，便没有留在此处的必要了。楚浩言的爷爷说道。先等一下。楚之渊的爷爷开口后，大袖一挥，竟在半空之上绘画出了一张地图。这是来时的路线。楚若诗惊讶地说道。若诗眼里不错，这的确是来时的路线。说起来，能够来到此处，还多亏了楚风那个小子。不过没有了他，想必你们也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去吧？楚之渊的爷爷问道。还真是不知道。楚之渊与楚若诗都摇了摇头，与此同时脸上露出了惭愧之色。他们很清楚，哪怕是楚之渊的爷爷，也不知道该如何来到此处，能够找到此处的唯有楚风。哪怕眼下楚之渊的爷爷拿出了这张路线图，但也只不过是在来时的路上偷偷记下了路线罢了。虽然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但是楚之渊与楚若诗却忽略掉了。正因如此，他们才感到惭愧。毕竟若不是楚之渊的爷爷记下了出去的路线，那他们便真的不知该如何返回。
怕是他们都要困死在此处了。因为来时的路当真崎岖，简直就是一座巨大的迷宫。同时，他们也忍不住感叹，江当真还是老的辣，有这样的人物跟随在身边，他们这些小辈也当真是有了足够的安全感。智渊，记牢他。虽然此次你未能突破到2品天仙，但是以你的天赋，要不了多久便可以突破到1品天仙。天骄大会就是你为自己证明的最好机会，所以现在你也是时候展露锋芒了。楚之渊的爷爷对楚之渊说道，他的意思很明显了，他是要楚之渊带领那些小辈离开此处。毕竟现在在楚氏天族小辈的心中，楚之渊就是一个没用的小白脸，而若是能够成功带着人们离开此处，救他们一命的话，那么楚之渊在人们心中的地位自然也会上升许多。知道了爷爷。楚之渊毕竟也是天赋极佳的天才，所以只是看了一眼，用心记载，便将这张离开此处的路线图记在了脑海之中。随后楚之渊等人便离开了此处。为了陷害楚风，他们更是把戏做真，在离开的途中把自己弄得伤痕累累，尤其是这2个太上长老，更是把自己弄成了只剩一口气的重伤状态。这样一来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首先这2个小辈已经死了，而2个太上长老也不可能一直借用他们的躯壳，所以只要他们离开此处时是重伤，那么就随时有生命危险。当他们帮着楚之渊和楚若诗证明了是楚风想要独吞宝藏，并且对他们出手的之后，他们2个就可以去死了。那样一来，他们2个的死不仅抹黑了楚风，同时2位太上长老也将得以脱身，简直堪称完美。只不过他们并没有想到，当他们走出岩洞的时候，所有小辈都不见了，只有一个人还在，那便是楚灵溪。楚灵溪倒卧在地上，已然陷入了昏迷。楚之渊与楚若诗上前检查，这才发现楚灵溪并无外伤，可是生命却很脆弱，简直就是危在旦夕。是他的灵魂受到了重创，可就算是重伤灵魂，也当先伤肉体。可是楚灵溪却没有，他只是灵魂受损，肉身却是完好的。总之，这伤来的很是诡异。爷爷，这是怎么回事？楚之渊不解地问道。是阴阳命珠。楚灵溪与楚风的阴阳命珠相融了，当他们迈入阴阳之门的那一刻起，他们的命运便捆绑在了一起。楚之渊的爷爷说道。那这么说来，楚风他楚之渊目露喜色，楚风自然是死了。先不说掉入那湖水之中，他本就应该必死无疑，而楚灵溪的反应则是更加确切地验证了楚风的死亡。楚之渊的爷爷说道，既然如此，那我们就放任这楚灵溪不管，让他直接死掉吧，到时候还可以将楚灵溪的死怪罪到楚风的头上。楚之渊冷笑着说道，虽然楚风死了，可是楚灵溪的天赋也是不容小觑，在楚之渊的眼中，楚灵溪也是他的巨大威胁，他巴不得楚灵溪死掉。这可不行，楚灵溪绝对不能死。楚之渊的爷爷说道。爷爷，为何呀？见自己的爷爷阻拦，楚之渊很是不解。志渊啊，你是不知道楚灵溪他母亲是一个多么疯狂的丫头，只要楚灵溪死了，他的母亲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是会出大事的。楚之渊的爷爷说道。可是楚风害死他的，这与我们无关啊。楚之渊说道。但是楚风死了呀，他没办法找死人的麻烦，就会找活人的麻烦。那个时候，你和你，包括整个楚氏天族的人都难逃他的纠缠，他不会去管楚灵溪是怎么死的，他只要楚氏天族给他一个说法，而这个说法我们是给不起的。楚之渊的爷爷说道。志渊，还是听你爷爷的吧，绝对不能让这楚灵溪死了，否则你一定会后悔的，你会后悔让这楚灵溪死掉。此刻，就连楚浩言的爷爷也是开口说道。听到这里，楚之渊竟忍不住倒咽了一下口水，他是被吓到了。尽管没有见过楚灵溪的母亲，可是看着他爷爷如此紧张的反应，他便意识到楚灵溪的母亲绝对是一个很危险的人，否则又怎会令他的爷爷害怕？他的爷爷可是楚氏天族的太上长老，是除了楚氏天族的族长，楚氏天族内实力最强的几人之一啊。但同时，他又好奇楚灵溪的母亲到底是怎样的存在，毕竟楚灵溪的母亲在其爷爷面前也只是小辈而已啊。爷爷，楚灵溪的母亲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有着怎样的实力吗？好奇之下，楚之渊开口问道。志渊啊，我族最强的是谁啊？楚之渊的爷爷问道。当然是族长大人。楚之渊说道。但是楚灵溪的母亲却是他们的家族最强之人。楚之渊的爷爷说道。竟然那么厉害！听得此话，楚之渊与楚若诗都很是惊讶。虽然他们早就猜测到楚灵溪的母亲很厉害，但却没有想到如此厉害，一个家族最强之人，那岂不是说楚灵溪的母亲可以与楚氏天族的当今族长相抗衡？此刻，他们似乎终于知道为何2位太上长老都如此忌惮楚灵溪的母亲了。楚灵溪的母亲绝对不只是实力强横那么简单，那个丫头心狠手辣，为达目的，可谓无恶不作，极其的不择手段。这么说吧，那绝对是我见过最疯狂、最可怕的丫头。楚之渊的爷爷说道。而当楚之渊的爷爷此话说出的时候，楚浩言的爷爷也是在一旁赞同的点了点头。这一刻，楚之渊和楚若诗脸上的忌惮之色已经达到了极点。随后，2人二话不说，便俯下身去，施展出全力去为楚灵溪医治伤势。他们已经决定，无论如何都要让楚灵溪活下去，因为他们可不想面对楚灵溪那个可怕的母亲。